在美国当地时间2024年的2月15日 OpenAI 发布了 Sora， 简单理解就是可以直接通过人工智能由文字或者语言直接生成的视频大模型。 OpenAI 官方并没有单纯的把它叫做视频模型，而是称为世界模拟器。也就是说，从这一刻可你和更多真实物理定律的数字孪生世界走进了人类社会。我愿意将其类比为开启了 AI 发展的牛顿时代。1894年，当北洋水师输给了日本海军，清朝的覆灭即成定局。其主因固然是综合的战斗素质，但就主力舰艇的参数来讲，它主要输在了速度上。日本海军的主力战舰吉野号的航速达到了23节，致远舰为 18.5 节，而定远、镇远二舰仅为15节左右。1945年，日本最大也是人类史上最大的一级战列舰大和号，这艘满载排水量超过了7万吨的怪兽，仅参战数次就被轰沉。美军的航空母舰从空中对其进行了围剿，这是一种降维打击，它输在了 Z 轴的维度上，而大舰巨炮的战列舰时代从此也就结束了。2年前，我的确认为扎克伯格的元宇宙忽悠的太早太过了，但1年多前 GPT 出台以后，我跟很多朋友们对话都认为这一波 AI 的机遇是不容错过的，应当积极拥抱技术变化，加大开放交流。而就在正月初7的这天， OpenAI 的 Sora 横空出世，以 Photoshop 等设计软件而闻名于世的 Adobe 公司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股价会是这样一个走势。确实啊，如果一句话就能生成视频，那美工或者视频剪辑师的前途又在哪里？正如结束方便面等是外卖或者预制菜，而不是更好的方便面。朋友们可以看看这些视频啊，在官网上都有。当我看着这一个个真假难辨的 demo 视频的时候，我更加清醒地明白了，我们遇到的不是一个周期，而是一个时代。周期还会回归，科技却只会呼啸而过。一个真正的可以用真实物理定律孪生的数字世界已经开始了它的时代。为什么在 GPT 3.5 发布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上到一战呢？因为这个时候的竞争主要依然是在语言和文本的一维层面，而 Sora 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二维乃至多维世界的模拟可能性。虽然此时的 Sora 仍不完美，其依然是以二维为主的真实世界模拟的展现。比如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以假乱真的视频啊，你仔细看它里面都有瑕疵，很多的比如东京视频当中的左腿右腿的错误就非常的明显。但此时再去看看它的竞品，那确实已经是一种石器时代的观感了。 Twitter 上一位名叫 Gabriel Salovey 的博主给 Sora、Pika、Runway 和 Stable Video 4个模型输入了相同的这样的一组 prompt， 就是提示语。那么我简单的翻译一下呢，他输入的提示语是美丽而繁华的东京正在下雪。这个镜头啊要穿过繁忙的城市街道，跟随着几个正在享受着美丽雪景并且在附近购物的人们，而盛开的樱花花瓣随风起舞，落英缤纷。我们可以看一看这4个软件不同的生成效果。虽然漫天飘雪和樱花盛开在真实世界当中几乎不会同时出现，但这组简单的效果对比，我们已经足以看到 Sora 性能的遥遥领先。就怕学霸还谦虚啊， OpenAI 在其技术报告当中毫不掩饰地承认了它的众多不足。 Sora 在很多的方面还不能契合真实世界的物理特性，但这有什么关系呢？谁会要求一个幼儿刚学算术就要求他会懂方程呢？重要的是他已经做好了持续学习并应用微积分的准备。正如牛顿时代的物理建构并不完美，爱因斯坦量子力学在不断地对其补充，但1687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经问世，人类的科学革命由此迭起高潮。在疫情前的那几年啊，人类遇到了科技瓶颈的说法不绝于耳，似乎我们已经被质子锁死。然而就在这短短的4年，无论是生命时空组学技术的突破， mRNA 疫苗的突破，可控核聚变的突破，超导材料的突破，量子计算的突破，特别是人工智能的突破，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人类文明快速演进的可能。在乐观之余，我们更要冷静地反观自身，这里面来自中国的原创贡献有多少？而在脱钩断链的不利的大背景下，留给我们的机会和时间真的足够吗？川普上台就开始打中美贸易战，打了几年发现伤敌1000自损1002。拜登虽然不断的被质疑身体健康有问题，尤其是脑健康问题，但不得不服气，他跟他的团队一出手就是王炸，直接打到了要害。今天的芯片不再仅仅只是一种电子元器件，一种商品，它是一种基础设施的提供者。如果把人类已经存在的语言
图像、音频、视频这些资料库看成是人类文明的金矿，但是你已经有挖掘机了，我却被限制只能用铁锹，长此以往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在芯片的问题上可能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比如总有一种声音认为我们能够突破14纳米，甚至认为如果我们能追赶到7纳米我们就会赢，但这个前提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就不进步了，就在原地等着。我并不是说你追赶到14纳米7纳米不重要，而是你要明白竞争对手会在同样的这个时间实现3纳米、2纳米甚至1纳米。我们可以在战略上藐视，但不能不在战术上重视。科技界、产业界、资本界更不能揣着糊涂装明白，而我们在大模型的问题上则可能陷入的一个概念炒作的资本套路。当下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号称有大模型的公司已经有300多家，相信大部分还是多小散乱。面对 GPT， 在简体中文的世界里似乎尚能一战，但面对 Sora 的横空出世，可有一个能打甚至是接近的吗？这就像是比如说在爬山领先的一直在上面等你好容易气喘吁吁的快接近了，领先者再闲庭信步的往上慢慢走一段，这就从心理上从体力上不断的去消耗和打击你。我讲这一段不是悲观，更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是想说知道落后不可怕，怕的是知道落后还不承认，那只会越拉越远。1448年当德国匠人古登堡发明了他的印刷术后，欧洲大量的书籍得以了普及，学术思想交流加速，文学作品的范围扩大，文艺复兴开始加速，并逐渐催化出了科学革命。类似的电报、广播、电视、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大大加速了信息的对称，而人工智能则会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来促使人类的智力和知识平权。在这个碳硅融合的重要关口，我们的科技特别是我们的教育又该何去何从呢？一味的小镇做题家还会有出路和未来吗？从李约瑟之问到钱学森之问的尴尬还要持续多久？这个问题就留给诸君共同考虑。庄子在齐物论中云：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是之语，不知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语，蝴蝶之梦为周语。刘慈欣《三体》当中最著名的一句莫过于物理学不存在了。 Sora 的问世也让很多业内人士惊呼现实不存在了。那么不妨更大胆的想一步，如果我们已经可以模拟真实世界了，又焉知如今的真实世界不是模拟的？您觉得我们今天的世界是真实的吗？不妨留言讨论。